家再仔细检查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东西，还是我们有遗忘的东西。我记得我上次说过，这血迹上有划痕，但我一直搞不明白是什么东西造成这样的划痕。去查一查，看看什么东西跟它的大小相符，明白了吗？是。安队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回事？这个轮子上残留的应该是血迹。陈欢，采血样。是。安队，我通过血液、血型和 DNA 对比结果显示，衣帽架轮子底下那滴血液是属于吕翔的。这很奇怪，轮子底下有血迹，那会不会是有人推动了衣架，所以沾上了血迹呢？哎，海冰，你先忙吧。陈欢，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可能性很大。要不这样，你去一趟物证技术中心，查查这个血迹的来源，看看这个是飞溅上的还是沾染。好。安队长，辛苦了。陈欢，把门打开。安队，打不开。哎，去窗户那边看看。是。去后面看一下。这李翔平常是很谨慎的人，这么多窗户，唯独这扇窗户是打开的。这别墅这么大，有7、8间房间，几10个窗户，少关一个也是正常的。警官，警官，我查过记录了，失主家的门窗向来都是紧闭的。如果失主离开了，我们24小时都有人巡逻。发现他门窗未关的话，我们都会电话及时通知他的。打电话？是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这样，我们扩大一下搜索的范围，在这个小区1公里之内，我们查一下可疑的丢弃物，尤其是手表还有钱包。
对了，古飞，再查一下这个小区的监控录像，仔细查一下。是。家俊，你们一起。是。安队，你细致的真像个女人。看这个人，行迹很可疑啊。以这个摄像头为中心，半径800米，我再查一下。好。就是他。安队。对。怎么样？去问问他们吧。来，我来这个。哎，管住你，我管住你了。来，我再看一看报单啊。你好，警察。请问这个人你们认识吗？这个是张文波吗？好几天都没看见了。他住哪儿？你们知道吗？城南废品收购站嘛。走，走。本市发生一起重大盗窃案，涉案金额达到1000多万元。目前警方已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，正在积极侦破当中。观众朋友，如果有线索，可以向当地警方提供消息。还远吗？啊，拐角那儿就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谢谢啊。哎，好。古飞，夏军，干活。是。安队，新搜集到的指纹。赵局，我们在张文波住处提取到的指纹，和在李祥家提取到的指纹高度吻合，包括杀人凶器上的指纹。张文波现已逃窜，我请求立即通缉张文波。同意，立即发布通缉令。
安队到。安队，安队，啊，坐。怎么样？曹向阳的尸体已经被火化，殡仪馆的人说他还有些随身物品被保留了下来，希望能给他的家人。我们仔细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火化那天他家里人没有来，殡仪馆的人希望我们能把他的物品交给他的家人。这事儿得办。哎，等我一下。喂，西薇，能见个面吗？孩子怎么站那儿呢？考试作弊，自己反省呢。那是应该的。你这手上拿的什么呀？这是他爸爸的遗物，正好你在，你替我转交给他吧。哎，安磊。嗯。小新说他有事找你。你等我一下。小新啊，叔叔知道你不喜欢叔叔是吧？我爸爸呢？他已经火化了。我不明白你们大人的事儿，我不明白他做的坏事究竟有多坏。你们要让他死，我只知道，他这辈子做的最坏的坏事，就是让我和他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。小新。
这个李翔组织人手，搞垮了秦薇薇的贩毒集团，并接管了生意，杀了秦薇薇和他的手下。顾飞、家俊，你们和缉毒队查到的毒品，那就是证据。随着我们对案情进一步的推进，曹孝阳和他的表弟落网，李翔也知道了自己就快要覆灭了，所以他准备出逃。从现场的证据来看，那些焚烧的灰烬其实就是秦薇薇的照片，照片一角还有李翔的指纹。我是在想，李翔不想跟秦薇薇有任何的关联，所以呢，他才匆匆忙忙的回到家里来烧她的照片。表哥已经查清了，是李翔和秦薇薇的毒品账目。当李翔回家后，正好遇到了窃贼，抢了东西，还杀了他人。对了，安队，根据李翔的古玩名录，的确是失窃了3幅画，仕女图就在其中。你看一下这个新闻。已故现代大师庄黑石名作《仕女图》已在荣都市现身，由世家拍卖行展拍。拍卖现场，这幅画作由200万元的底价一路飙升，一位代理人志在必得，最终报出了1300万元的高价，对手终于放弃。你再看一下这个视频。大爷您好，请问一下，您认识这个人吗？你去那边看看吧。啊，那边。行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您见过啊？那边。行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位大哥，问一下，您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？您想想。没见过，你问问他们。您好，问您一下，您见过这个人吗？去过那边是吧？这个无论是喷溅还是滴落的，都不可能出现在衣架底部的车轮上。哎，海冰，能不能查一下这刀刺的前后顺序？对，这2刀中间间隔的时间最多也就是5分钟，而且非常有可能是连续刺中的，所以有一定难度。我再想想办法吧。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，一定要查清楚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查。张文博，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好。站住！站住！你来还是我来？我自首。
你知道李翔是哪天死的吗？11月1号。你在哪？我在他家。在他家干什么？我当时就想去偷点东西，可是没曾想被他发现了，于是我把他给杀了。怎么杀的？我偷东西被他发现了，我害怕了，我就捅了几刀，发现他满身满脸都是血。一摸脉搏没了，我就知道他死了。捅了几刀？捅在什么位置？1、2刀，2、3刀。刀哪儿来的？到底捅了几刀？但他当时我太紧张了，我实在记不清楚了。杀人前你干了什么？说了我去偷东西啊。当时我看着他们家一对花瓶，可是花瓶太大，我包太小，我装不进去，所以我又把花瓶放了回去。看来你的记忆力是真的不好。我来提醒你一下，你偷了他们墙上的画。说，画呢？画？什么画啊？我没拿。老实交代。我真不知道什么画啊。其实啊，你们的疑惑也同时是我的疑惑。我总有一种感觉，那幅画背后肯定隐藏着李翔被杀的一些重要线索。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呢，一定要先找到那幅画。好，咱们先休息一下。哎，西薇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上心理辅导课。接下来还要做案件分析，没时间。我知道，但是每月例行的心理辅导课是审厅安排的，审厅非常重视。既然大家都在，课是必须要上的。你上这课得需要多长时间？那要看你们接受能力了。我也知道你们现在遇到了瓶颈期，我希望通过心理辅导课能够帮助到你们。薇薇姐，我们今天的审讯工作进行的不顺利，大家都烦着呢。我们真的没心情听你上课。陈环，少发点牢骚。执行赵局的指示，上心理辅导课。西薇，你来上课吧。夏老师，你坐这儿吧。我们今天的心理辅导课，就来分析一下张文波这个案件。虽然说你们现在已经抓到了张文波，但是你们每个人还这么焦虑烦躁，我想肯定是跟张文波的供述有很大的关系。张文波一定给你们隐瞒了很重要的线索，对你们产生了强烈的抵抗。你说的没错，在案发现场丢失的那幅画，显然是张文波偷的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那幅画的背后隐藏着李翔被杀的重要线索。可是张文波拒不承认那幅画是他偷的，而且我们也找不到那幅画，线索到这儿呢，就断了。所以我觉得，你们应该明白，犯罪行为的产生跟当事人内心世界的发展、行为和变化是产生关联的。你们不能只看表面来判断张文波的作案动机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张文波反倒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态度，这样对你们找到案件的真实性会产生严重的误导。
我反倒是觉得，你们应该从张文波的犯罪心理的形成的原因和他的发展变化，来找到突破口，然后再从张文波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走向，来还原案发现场的真实性，再结合你们现在所掌握的线索，来攻破张文波的心理防线。其实我觉得，你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这么多的线索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但是由于你们对破案的急于求成，还有你们现在每个人内心的浮躁，反倒是会耽误你们破案的进度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说的没错啊！急躁呢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没有什么用处。别忘了，这张文波是活的，这拍出1300万的画，他是死的。我就不相信张文波会带着这么大幅的画满世界的走。他肯定是把这幅画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。家眷，快过来看一下。我反复查找了周边好几个探头，只有城南废品回收站的这个拍到了。你看，他车上好像还拉了一个什么东西。他拉的什么？能放大看看吗？我看一下。好像是个沙发。出来了。你看，他把沙发卸在哪儿了？我们再调一下里面的镜头看一下。好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？我来配合安队长，顺便看看安大队长怎么能够找到那幅画。我是在工作呢。我也是在工作呀。你别忘了，上面是有文件的，我可以选择任何时候配合你们的工作。好，那你得听我的。好，走吧。我去问一下。哎，我来。师傅，哎，我们想看下二手家具。哎，还是老乡啊！要二手家具啊？那边右拐过去都是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啊好。走。哎，四川话说的不错呀。哼。这么多沙发啊！哎，买沙发吗？啊，看一下。看一下。啊，看。这么找不是大海捞针吗？先不急。这可怎么找啊？老板，我就要这个。就要这个。
赵局，好消息，画找到了，可以重审张文波了。好的，立即重审。是。重审张文波，收起来。好。这回你敢说了吧？我都说，我其实盯着李湘他们家别墅很长时间了，我知道他们家挺有钱的，就想去偷点东西。那个时候我正好是在做废品回收，没事我就上他别墅门口去蹲点儿。日子久了，就知道他是什么时间出门，什么时间回家。那天我看到他出门了，我就放到他们家里去偷点东西。谁知道他突然回来了，而且他还发现了我害怕，我就把他给杀了。我确实是情急之下才把他给杀了。我本来就是想偷点东西。你为什么爬窗户？他们家的门捅不开呀，他们家窗户也撬不开。后来我围着这别墅转了2圈了，发现有一个窗户没关严实，我就从那儿翻进去了。钱包呢？钱包？什么钱包？我没拿钱包。哎，我杀人的事儿都承认了，我还有必要隐瞒什么？张文波，我希望你说实话。证言和我们推理的完全吻合，是不是可以水落石出了？如果完全吻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结案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还存在以下的几个疑点。第一，张文波他没有说清行刺他刺了几刀。第二，那衣架下面的血迹怎么染上的？第三，李翔的保安说李翔家平常是门窗紧闭的。第四，我们还没有找到造成手腕伤害的手表或者手链。还有一点我一直没有想明白，如果李翔他想要逃跑的话，应该他的行李或者身上能找到大量的现金，可是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个物证。他有保镖，保镖带钱就可以了。有没有这种可能性？嫌疑人偷走手表或者手链的时候，抢走了钱包呢？你们迅速到案发现场周边寻找一下证据。领导很重视这个案子，这可能是他今年抓的最重大的案子之一。上级领导呢，也调看了秦薇薇和张文波的案件。在这个案件中，如果人证物证俱全，就提交给检察院提起公诉吧。赵局，我可以理解上级领导的心情，可这案子存在很多疑点，不能结案呐。他本人都承认了杀人经过，而且现场有他的录像、脚印、指纹，我就不明白了啊！如此强大的闭合链，怎么就不能结案？赵局，你了解我的做事风格，如果我定案的话，我就把它定成铁案。我只给你1周的时间，到时候移交检察院和其他严打一起处理。赵局，别说了，执行命令。安队，回来了。我们在李翔别墅外500米的花丛中找到了这个钱包，
我刚才拿给海滨检查过了，可是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什么叫做没有用的线索？哦，钱包里的钱和卡都被拿走了，上面没有留下指纹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没有指纹，才是最大的线索。你们想想看，在别墅里面到处都有张文波的指纹和他的脚印，为什么这个钱包上干干净净，什么都没有？我们都知道张文波是个没有反侦查能力的人，所以别墅里面到处都有张文波的指纹和脚印。单单这个钱包，他处理得这么干净，只能证明一点：这钱包很有可能不是张文波拿的。安队，你一直反对结案的理由都是猜想，都是推测，咱们根本没有硬证据。你也知道，上级领导让咱们马上结案，移交检察院。这个案子我们确实缺少有力的证据。这样，家军、陈欢，我们明天再提审一下张文波。是。